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2021夏季赛的决赛，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恭喜各位！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你们一定非常想知道接下来是什么环节啊？接下来是决定今天晚上比赛大家出场的顺序。但是这个惊喜完全掌握在大家的手中。接下来我们来决定顺序，怎么决定呢？我们这块有12个 logo 牌，每一个 logo 牌后面有号码，有1到12个号码。每个人抽一个 logo 牌，按照我们前3场的晋级顺序，每个人来抽，按照这个顺序来抽，就抽就可以了。我会给大家先打乱一下，然后就以示公平啊。我们首先请夏来抽自己的号码牌，爱的号码牌，抽一。哦，这么厉害！好，我们接下来请顽童来抽自己的号码牌。哎呦我去！这怎么？爱的羁绊。哦，哇！顽童是给大家看了。好，来我们下一个，我们请天天来抽一下号。不可以啊，买定离手，坚决不可以啊，坚决不可以，坚决不可以，坚决不可以。7号啊！哎呀！好，接下来请普拉斯。赶紧快把1号抽走。哎，给摄像机看一下，可以给摄像机看一下。哦，来，接下来我们来请老松。这个咒好难压。哦，这是老松的号。我觉得他没有洗开。好，接下来请二维码。我觉得这个牌没有洗开，都朝这边来抽，别抽那边的。好，这是二维码的号码。好，接下来我们请阿义。完了，有些紧张。好，这是阿义的号。接下来请往事。加油！哦，好，接下来请王17。你没看呀？搞了半天我们俩也不知道。1号还没有出啊。你看怎么赚来的？没有记忆。听天由命嘛。听天由命，就这个了吧？好不好？行，买定离手啊，不带换的啊。好，来，我们请接下来郝梦。你猜，咱就说数，猜中跟你换。我不换。1号没出来呢。啊，1号还在。好，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大进老师。一起上。王大进老师还是留有悬念的，尤其是最后2个人还是留有悬念的。抽出1吗？我天哪！搁这等着我呢。大金老师，这个时候的概率就不一样了。50%。这个是什么条件概率啥的？这个刚刚还在那12%。这叫贝叶斯也救不了你了。大金老师点个豆吧。贝叶斯也救不了你了。好，让我们欢迎韩大狗老师来抽取自己的号码牌。哦 ，OK， 好，刚才的这个抽签的过程呢，是为了决定我们今天晚的出场顺序，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抽取的一个过程，但是这并不是自己最终的出场顺序。哎，刚才大家抽取的这个号码牌，代表着大家可以来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那是你们的优先选择权。优先选择权，就是我们又要有运气，又要有自己的一些自发性和能动性。不是，我们按照号码牌的顺序来把自己的名条贴在单口喜剧决赛的出场顺序的出场板上，一定要想好自己选哪儿。首先，让我们请出抽到1号的王大进来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选3号，炸了！选1吧。扬眉吐气了。哎，天哪！
炸场像那个韩大。好，5号啊，已经把5号占了。好，我们刚刚会离你远远的。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抽到2号的韩大狗来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他狗是节奏快，他不适合那个。不要养啊，戏多了。哦，掌声欢迎往事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我选4，你选。我选5。请阿义来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3号跟选吗？3号跟选吗？我给冠军们开个场。哦，都喜欢上半区啊。早死早超生。好，请2维码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7号看8号9号。我怎么感觉我还是9号？啊，不要吧！2维码老师。你要纠结这么久啊？哎呦喂！啊！哇， 2维码好，够刚。为什么呀？他刚刚听到我的段子没有上过开放麦，他就放心了。好，请王17老师来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哎呀，他会选1号吗？我不会那么不要脸的。啊，好，请天天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然后一会儿告诉这个顺序是反的。我的天！他妈跟选楼一样。好，下面请郝梦来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7、9，好吗？挑战7吧。好，请夏夏来选自己的出场顺序。还是9号的。还是9号啊，请老聪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我也没什么太多选择了。哦。姐姐，你要前面还是后面？我开场。前面好。好，请第11号。我开场。顽童。哎呦我去！爷们儿！哎，反正我没段子。好，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请我们拿到第12号号码牌的普拉斯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我刚刚帅气的姿势已经被抢掉了。大球。压个轴吧，压个轴吧。OK，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在晚间取得自己认为的满意的成绩，也希望今天晚上的比赛能够成为我们喜剧人的盛会。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2021夏季赛单口决赛的现场，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本场大赛独家网络合作平台优酷，我是本场精彩比赛的主持人宁佳宇，给大家拜年了。看喜剧上优酷，欢迎登录独家网络合作平台优酷。想看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完整视频的朋友，快来优酷吧！我要隆重的介绍3位态度大咖，他们将为我们今天的选手投票做出精彩的点评，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常驻态度大咖，坐在最右手边的是我们的资深喜剧演员、编剧、播客无聊斋主播刘洋教主。欢迎教主连续5天的常驻态度陪伴。坐在中间的是我们本场的飞行大咖，是我们单立人喜剧的联合创始人 IC， 欢迎他的到来，欢迎。好，坐在最左手边、最这边的是我们的另一位常驻态度大咖，是我们的知名作家、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者贾行家老师。经过了3天的激烈的比赛，我们今晚一共是有12位选手来角逐冠亚季军。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比赛规则。每位选手开始表演之后，投票通道就已经开启了。现场观众和态度大咖可以随时为你们喜欢的选手投票。每位观众投票记作1票，每位大咖的拍灯呢记作10票，也就是说观众一共有100票，我们的大咖一共有3位是30票，合计130票。每位选手的票数及排名将会在最后一位选手表演之后才会公布，最终票数排名前3的选手会分别获得本届单口喜剧决赛的冠亚季军。
决赛每位选手的表演时长是7分钟，超时15秒以上会扣除5票，超时25秒以上会扣除10票，超时35秒以上成绩为清零。我们是有计时器的。废话不多说，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顽童。心情很忐忑，为什么？因为没有背会稿子。那怎么还敢贴到第一个上场呢？那我在最后一个没把背段子，我就第一个讲完就安心了。那我最后一个更难受，我可积极了，我只是没有背会，希望不要忘词。嗨，大家好，我是顽童。我刚开始接触单口喜剧的时候，我的同事跟我说，你进入娱乐圈呀，要取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那给你起个英文名吧。我说我没有英文名该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儿，我给你起一个，你叫顽童，玩耍，童儿童。那我不如叫你 Playboy。我说大哥，我这个顽是顽皮的顽，顽皮，那叫你 Bad Boy。最可恨是我一个东北的同事，他跟我说不要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咱就干脆点，搁我们东北儿童那就是犊子，那就叫你完犊子。我是一个对一些事情会抱有期待的人，就比方说我每次坐高铁的时候，就会期待自己旁边坐一个美女。前几天我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如往常坐在那里开始静静的等待，不一会儿就坐下来一个大爷。其实我已经习惯可以接受是一个大爷，我只是没想到大爷坐下来摸了摸到自己脑袋说，哎呦喂，又是个小伙子。我们国家特别大，要用南和北去区分，但是在不同地域的朋友，他们对南北的理解是不同的。如果去问一个黑龙江的朋友说哪里是南方，他会告诉你，除了我们黑龙江都是南方。就这句话，如果你给一个北京的朋友听到，他都特别惊讶，说哥们儿这就成南京人了。但是如果你去问一个广东人说哪里是北方，他会告诉你，除了我们广东都是北方啦。我说海南要比你们更靠南一些呀，他说海南都是东北人啦。我最开始讲单口喜剧的时候就是在广东，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广东的本地人。我们聊到这个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最喜欢的演员是谁呀？他说我喜欢奇迹。我就很好奇，我说奇迹是谁呀？是世界第8大奇迹吗？他紧接着跟我说和李诞一起那个奇迹。我说人家叫池子。我现在是个业余单口演员，我觉得业余做这个还蛮好的，不耽误你本职工作。下班后去演出，上班呢我就好好写段子。我特别喜欢在上班的时候演段子、写段子，因为还没有通过演出赚到钱，所以上班写段子，老板最起码会用发工资的方式来补贴我。我老板特别好，经常会在员工群发一些红包。当你抢完那个红包之后，他会再发送一条今晚加班的消息，你就感觉他发的那不是一个红包，那是一个红色定时炸弹。当你打开这个炸弹的时候，显示的数目金额就是炸弹的倒计时，只有0.01了。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呀，因为你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下方那个加单的名单当中。我就特别好奇，我真的不能理解他这样的方式。那个名单当中出现了之后，你就感觉我就为什么要点开这个红包？难道是因为人性的贪婪吗？但是他每次这样的方式试探，我还是乐此不疲地点开了这个红包。毕竟他在哪儿写段子不是写呀？我老板特别抠门，经常会为了省一些人力，让我去做一些体力活，让我给公司刷墙、疏通下水道，甚至让我去他家帮他组装家具。那是一个组装的鞋柜，10几个木板，居然有100多个螺丝。我看着他，想着怎么帮他，他看着我说：“螺丝刀只有1把，给你用吧。”
我看到这一幕，我就心想，他压根儿就不是找我来帮他干活，是找我来给他干活。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杯咖啡看着我，我就蹲在地上对着那个木板敲敲打打。那一幕你感觉就像是古代封建社会，地主在一个空阔的草地，看着自己的长工在给他修建生命最终的归宿。我瞬间觉得我眼前那个木盒它充满了使命感。此时我的螺丝拧得更用力了，每拧一下，我那个螺丝仿佛不是拧到那个木板里，而是拧到我老板的骨髓里。我拧得更用力的时候，这每拧一下就是劳动人民对地主的恨之入骨啊！对于这些体力活，他从来没有跟你说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回馈，没有奖金，只会对你说3个字：辛苦了。时间一长，我就觉得辛苦了这3个字，在他的世界中是不是可以当做货币流通啊？而且还有固定的价格，你疏通下水道、刷墙是辛苦了，上门给他安装家具是辛苦了，辛苦了。我都能想到当年他去他丈母娘家提亲的时候，他跟他丈母娘说，他丈母娘跟他说，我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彩礼没有20万，你休想把她娶走。他在旁边一直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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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白天说到黑夜，最后回到那个小盒子里。好，谢谢大家，我是顽童。感谢顽童的精彩表演。投票通道即将关闭，请喜欢顽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投票。已锁票。顽童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老板会看到你的表演吗？没有告诉他。没有告诉他。顽童在我们的初赛第1场成功晋级到决赛圈，但是呢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刚刚我们是抽签儿，抽签之后呢，抽取了优先选择权，顽童最后选择了开场，我们把掌声送给顽童。当然了，他也不是主动选的开场，等到他选的时候，只有开场和最后1名供他选择了。那你为什么选择就是没有选最后一个出场，而选第1个呢？新段子，我觉得最后讲会很煎熬，我就干脆直接给大家开个场得了。心态还蛮平和的。显然开的也不是很好。大家觉得好吗？你们好虚伪啊！你们真精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3位导师对顽童刚才表演的精彩点评。我们先请一下我们的态度大咖刘洋教主。我觉得顽童很可惜就在于，很明显能看出来段子的储备量不够了。就这个不够在于什么？其实5分钟的段子如果有拼凑感是正常的，7分钟的段子其实不应该有拼凑感。但是整个的这个表演拼凑感还是很强，并且其中很多事儿其实不是你最有情绪的事儿。我不太相信，比如中国分南北是你心中最有情绪、最想表达，站这个舞台上一提到他就特起劲儿那种事儿。比如段子多的一些个演员，我为什么往我自己这儿指了很多？习惯了，就是段子多的一些个演员，他会在比赛的时候选最能毛起自己情绪的那些个段子，因为你比赛的状态是最重要的。我上来之后，我要带动大家跟着我一起走，但很明显能感觉到顽童没有选最有情绪的段子，然后储备量也不是很够。这个没办法，这个只能交给时间，还是多写段子，玩命写，赶紧写，多写点。上班那么闲，又卖不出去课。对。好了，谢谢教主。我们来问一下中间我们今天的飞行大咖，问一下 IC。我先是听到你的段子反应过来，我是不是以后得少跟我的同事们说辛苦了这个词儿？没有了，我也给他们发红包。就是前面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讲地域啊、口音啊这个部分，我主要是在这个部分我不太喜欢。就实话说，因为我觉得里边有很多是没有什么新意的观点，
就是已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什么海南都是东北人啊，然后包括什么这个广东人认为就是其他都是北方啊，然后黑龙江人认为其他都是南方，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似乎已经是比较老掉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稍微在我心里边有点减分，但是后边有一部分我特别喜欢，就是关于你说辛苦了那一段，就是辛苦了变成就是把它类比成为货币，然后这个可以去流通。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要是再展开一点，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段子。对，还得磨，前天才刚写完。哎，对，你看这是新的，所以说之后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再磨一磨这个部分，然后应该能展开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好，谢谢 IC 啊。我们最后问一下贾行家老师，IC 老师在那个咱们工作场景说辛苦是绝对符合传统的。过去有一句话叫"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大家都常听，为什么呢？后台是这句通用的话，但是其实顽童找到了特别好的一个情绪的点。请你到家里去，私人的感情是不能说辛苦的，私人感情就要认真的道谢了。所以这个场景后面的这个情绪，我觉得今天是打动了在场的好多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边界问题，我们这究竟什么时候应该把人的情感拿出来的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那个顽童很好的把握到了。刚才一听他这是前天才写的段子，我又更加坚定，幸亏我把这个灯拍下来了。我觉得顽童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积极的状态，然后我也特别祝愿顽童早日靠着说单口喜剧赚到钱。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贾行家老师，谢谢3位态度大咖的精彩点评啊！谢谢各位，谢谢，太感谢了。顽童这汗确实也又出来了，比上回好一点。对，没有那么多了啊。对。好，那我们现在不能马上公布票数，请您到后面稍事休息。谢谢顽童的表演，谢谢开场演员非常不容易，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2位演员，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二维码。我觉得我应该不会特别高这个票数，就是因为我位置也不是很好，然后今天厉害的人应该挺多的。为什么选一个你觉得不好的？因为我不想再往后了，就是特别当时3、4、5、6被选到了，这个位置比较好，然后我预判肯定会有人在这个位置炸起来，第一个炸起来的人会吃到比较多的票，比较有优势，所以说我要在他们前面炸起来。好，大家好，我是二维码。我是一个亲子关系非常差的演员，我的父亲总企图在我身上展示他父权的尊严。他跟我相处的模式几乎就是一句话能概括：我是你爸，你就得听我话。但是在我的心中，没有人配当我爸。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总是会殴打我，当然大家也看得清楚。我也是活该，对吧？我这个人肥胖、倔强，最重要的是还有点幽默呀。我也会希望打我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不光是我父亲会打我，别人的毒打我也没有少挨，对吧？我对我父亲打我这件事情还是很理解的啊，因为打你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我不可能就是因为我在社会上见谁被谁打。回到我家里之后，就因为我和我父亲存在一点伦理上的关系，就歧视他吧，对吧？这很正常。而且相对于其他的孩子，对于挨打，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极不抗揍啊。就是打别的有的孩子特别的犟，又皮实，人的家长拖布打断了，就是人的孩子嘴里面一句人话都没有。咱俩谁爹？你看那孩子。说话，你让这个父亲怎么下得来台？打我就不一样了，轻轻一打，效果拉满，给父亲低档消费，高档享受，让父亲欲罢不能啊！我其实很理解，就是偶尔家长会打孩子，但是我理解不了的是那些挨了打之后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狠狠地挨了一顿毒打，刚从地上爬起来。觉得这一天虽然是很漫长，但咱们好歹是熬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你的父亲突然对你讲起了道理，
我满脑子一个想法，说什么？你会讲道理？那你刚才在做什么呀？先枪毙后劳动改造是吗？而且他这个道理啊，父亲的道理都会落到一个逻辑基点上，就是我打你是为你好。我不理解，是打我能把我的毛细血管打开了吗？这个道理它比较好吸收吗？我一直怀揣着打孩子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观点，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儿子用他客观的努力，改变了我对打孩子的刻板印象。我有2个孩子，我女儿我是不打的，因为她太好了。她就像一个小天使，我实在是舍不得呀。但是我儿子呀，跟我是一模一样。肥胖，倔强，还挺幽默的。我儿子2岁不到，体重高达30多斤，人称沈辽路小奥尼尔。他每天的日常就是在小区里打别的孩子。你下楼带孩子去遛弯，家长们会互相攀比的呀。家长们看着别人的孩子，哇，你儿子真白，哇，你儿子眼睛真大。他们看到我儿子的时候，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你这个大，就是那个场面啊，好笑极了，就仿佛是秋收了，一帮没有什么见识的果农围拢在田间地头，纷纷掏出了自己家刚种出来的小圣女果，在互相攀比的时候，我从旁边掏出了一颗西红柿来。他们佩服我，但佩服之余不免有些质疑，就说你这个种的是大，但是它也是圣女果吗？这个时候，我怀里的西红柿为了证明自己也是圣女果，就会主动的从我身上跳下来，开始葫芦那些圣女果。小圣女果2下就被葫芦的要淌汤了呀！果农们扛不住了，纷纷抱起了自己家的收成，说拉倒吧，你这个是果王啊，我们撤退。非常难受，这个崽子天天打别的孩子，天天打别的孩子，我得追着屁股给他道歉，我得手写道歉信，贴在我们小区的公告栏里，才能换回别人对我孩子的原谅，让他的儿子接着跟我儿子玩，以便让我儿子接着揍他儿子。朋友们，我多久没有写过信了呀？我点灯熬油，字斟句酌的写了1宿，写到东方既白才能微微睡下。我刚睡下，他起来了。他看着这张纸觉得挺有意思，歘就给我撕了。我再睁眼的时候，看到他坐在一堆碎纸堆里，那个场面真是幽默极了。他用他半拉科技的中文试图跟我沟通，说：“爸爸，碎了。”那一刻，我的心中有些东西是碎了呀，是我的信念碎了。我的人生第一次觉得打孩子有意义。他对我有意义，有的时候你们也得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就不打他一顿，是不是有的事儿就过不去了？我每天白天上班，晚上说脱口秀，挣不了几个钱，供他上学补课、读书，然后买车买房，以后娶媳妇儿。而他2岁不到，除了能让我打一顿，还能为我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家长的牺牲啊！这个时候，我再回想起我父亲打我的一些举动，我第一次觉得他好像没有打对，他光顾着为我好了，忘了体会自己的快乐。好，谢谢大家，我是二维码。感谢二维码的精彩表演，投票通道即将关闭，请喜欢二维码表演的朋友抓紧时间投票。一锁票。二老师挺冒险啊，挺冒险啊，富贵险中求嘛。因为我听他讲过这段，那你在北京，因为有很多可能是不一定能听懂东北话，你讲什么葫芦、淌汤这种，你们能听明白吗？啊，能，哇塞哇，这东北话真的是啊。其实我是比较担心北京的观众比较年轻，可能会没有育儿经验，就是没有强共鸣。
没有育儿经验，但是都有挨打经验啊，小时候都挨过打。大家想过就他这种想法吗？说可以给自己的父母做点贡献什么的。第二排的女生，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啊，不打儿子。可以打儿子。可以打儿子，对，女孩千万不能打。对。好，好，那我们不能公布票数啊，我们来问一下3位态度大咖。我们问一下贾阳江老师吧。贾阳江老师也是啊，是有孩子的人啊，打过吗？我那就是女孩所以从来都没有打过。我没打过她。这还是得管呢，这哦，那您是给女儿做贡献了呀？您是，反正她开心就好了。哎呀，您觉得二维码的这段表演怎么样？我特别盼望二维码能把这段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专场。因为我觉得他是对每一个人物的这个挖掘，包括他那个文本的那个技巧啊，就是一点。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他前面说，我也希望打一个像我一样的人，然后后边就是说了他儿子太像我了，这不就是新仔说的叫回来吗？就是特别棒，就是这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精彩的专场，就是我们中国人越听越懂的一个好东西，特别好。谢谢贾阳江老师，谢谢。确实就是想啥来啥啊，想打他这样一个人，就生了这样的一个人啊，真是。我问一下 IC 老师，我没啥好说的，我就觉得二维码真的很棒，就是他从初赛、决赛其实都是一整套的东西，这次就是一个挨打能把他挖掘的这么的细，从父辈然后到跟自己的孩子，然后而且是自己的孩子和你的这个小区里边其他的一些同龄人，家长和家长之间这些特别细致入微的观察，我觉得是洞察了，就是不是观察层面了，他非常非常的棒。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教主老师。我首先我觉得二维码整个演的那个气质就很好，就是就他在台上一直很拽。然后整个大家也没笑的地方，他仍然很拽，然后看着大家，好像你没笑是观众的错一样。那一刹那我就共鸣了他的父亲，然后当时就觉得这得打呀，这是得明白的。但是我很明显 get 到前面有一些地方可能大家缺少一点点共鸣，所以我写了2句话送给二维码，就是难共鸣的一定要加描述。就是越难有事实共鸣的，一定要用描述让大家有情感共鸣，然后难描述的就加呈现。你中间一直在试图使用一些大词儿，但是大家已经 get 不到了，然后你还是大词儿，那个时候不如演一下得了，就爸爸怎么打你。我仍然记得你初赛的时候演的那个非常好，就助跑扇大嘴巴，那跑过来一下，我就觉得那个挺好，但是一定要习惯灵活的这么的切换。突然意识到，好像二维码真的是很从初赛到现在，对，就一直在打，暴力型选手。这也是我们东北男生啊，就一生的旅途啊，在小学啊小的时候，然后在学校里头，回到家里头，然后结了婚之后，还有孩子还可以打人啊，基本上我们就是打出来的啊，打出来的。好，感谢二维码的精彩表演，感谢3位大咖的精彩点评，谢谢。请到后面稍事休息啊。我今天要一路精彩到底啊！好，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选手阿义。抽签的顺序是你自己选的是吧？对，因为我本来其实挺想第4个的，往后太靠后的话就会有点紧张，hold不住了。然后我也不想在大狗后面，然后我就在他前面，结果二维码老师站到我前面了。对，我现在这个处境就非常的难，进退两难。就是因为我压根没想到能进决赛，然后稿子如果换新的话，我上台肯定就整个人状态都会特别不好，所以还是找一些熟一点。但我的内容太碎了，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底。就今天大家就不要想着是12进3，你们今天就是11进3，大家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义。哇，
啊，全像我的托儿，你知道？就现在真的好多年轻人都独自在外地打工，家里人就会很不放心。你知道我也是，我之前一个人在西安，我妈会跨省给我介绍工作，你知道吗？我当时拿那个招聘看了一下，专业特别对口，只招播音主持。哇，你知道我看到监狱那2个字啊，我满脑子都是各种美剧里的犯人疯狂撸铁做俯卧撑，你就感觉随时要弄死我，然后越狱一样。我真的就想，我说监狱这么危险的地方啊，我一个小姑娘，我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种犯人，我怎么能安心工作？我脑子一想都会说，我的天哪，好多男人啊！真的，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监狱里面会需要播音专业，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大学4年，每天都在学习如何拿腔拿调的说话。我出门以后说：“老板您好，麻烦给我1碗馄饨。”好的，谢谢。槽，好烫的。我永远不会在生活里这样说话的，你知道吗？所以播音真的是一个特别没有用的专业，非常的不实用。所以就我感觉啊，在监狱里就需要那种3大5粗的老哥，你知道吗？和美剧里的狱警一样，拎个甩棍，然后每天喊 “Go, shut up, go out”。我用播音能干嘛？我是为了让他们往外走的时候听上去更有秩序一些吗？我说好的，各位狱友朋友，大家向前直行啊，不要拥挤，注意脚下。38号狱友，不要摸起没有的屁股。就不可能。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在监狱里唯一能干的工作，可能就是在一个极其安全的小房间里，然后透过监控给大家播广播，是吧？叮，曲江监狱消息，活动中心左手纹花臂的这位帅哥，旁边的帖子不是故意踩到您的脚，我们要和气生财，毕竟先穿袜子再穿鞋，先当孙子再当爷，哇！就我妈不仅担心我的工作，还很担心我的感情生活。我也不是不谈恋爱，只是我觉得谈恋爱分手的这个环节也太痛苦了。你会发现，男生在分手的时候啊，他的理由总是很难让人接受，是吧？你太好了，我不配；你要的我给不起；你手上毛太多，我牵你像牵了个猴。哎，我说大哥，你摸摸你自己的脸、你的胳膊、你的腿，你除了天灵盖上没有毛，你浑身上下毛加起来都比人姑娘头发多，你知道吗？我前男友跟我分手的时候，很认真的跟我说：“你不适合结婚。”我说：“怎么，大哥？你当初和我谈恋爱是为了和我结婚吗？”他说：“你不要忘了，我们当初在一起不是这样的，我们2个可是在 mix 认识的呀。”我说：“你当初看上我，难道不应该是我摇的好吗？怎么你看我在台上摇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哇，这个姑娘啊，摇的真贤惠，娶回家面擀的一定特别棒吧？”真的特别蠢，所以我妈一直跟我讲，她说你谈恋爱啊，一定要找那种年纪大的，因为年纪大的男人成熟啊。但是在她心里面，最成熟的男人是我48岁的父亲啊。40岁的男人是不是有点太成熟了？然后40岁的男人，他们成熟的都不喝奶茶的，在他们心里，奶是奶，茶是茶。你从来不会在一个足浴店里看到一个40岁老哥捏脚的时候手里拿的是一杯珍珠奶茶，你知道咕嘟咕嘟呀咪呀，不会的。而且凭我对我爸的了解啊，我真的不建议你们和40岁的男人谈恋爱，因为真的很难浪漫起来。你甚至没有办法给他起一个特别亲昵的称呼。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打电话都会说：“宝宝，你干嘛呢？宝宝，你吃了吗？”是吧？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和一个40岁男人谈恋爱的时候，我说：“宝宝，你干嘛呢？”哇，我都能想象他撸着袖子、露着膀子，拍着自己大肚子说：“植发呢啊！”而且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他这样叫我，因为如果他真的喊我一声宝宝的话，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喊他一声爸爸，你知道吗？就而且我妈还是一个特别封建迷信的人，她总是会给我一些奇奇怪怪的叮嘱。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有这样的长辈，跟你说什么屋里打伞不长个儿啊，正月里头死舅舅，是吧？有吗？哇，真的，就这句话全国通用，除了舅舅根本没有人在意，你知道吗？我妈跟我说过最恐怖的一句话是，她说你睡觉的时候呀，不要把鞋头对着床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有人爬上你的床。哇，我跟你说，这个鬼故事简直是我的童年阴影。我小时候睡觉一定会拿被子把我自己捂得死死的，我真的宁可憋死我自己，我都不希望我第2天睁眼发现我旁边多了个人。但我现在毕竟长大了，我真的每次躺在床上想到我妈说这句话，我就在想啊，你还来不来了？你倒是来呀，是吧？我小时候竟然会害怕有人爬上我的床，哇，这个想法真的太蠢了，你知道？我现在真的好想啊！我现在睡觉都是拿鞋围我的床摆一圈，你知道，就想放肆一下。对，然后没想到吧，我没有底啊，就想这么多。谢谢大家，我是阿一。感谢阿一的精彩表演，投票通道即将关闭，请喜欢阿一表演的朋友抓紧时间投票。
已锁票啊。阿义在决赛第一次进到决赛里面是吧？对。也是如此的淡定从容啊，真的是很棒。但我很想问的就是你现在就是睡觉，你床边斜头冲哪边？我们家的门店写的欢迎光临。就是全冲自己是吗？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就原来睡觉的时候一定会这样坐在床上，但是现在每次看着空荡荡的床，我会这样爬上去，把斜头对着床。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3位态度大咖来给我们做一下点评啊。先问一下教主老师。我看完了之后就一个感觉，我觉得单立人这个比赛以后隔的时间长一点再办吧，真的，大家很多演员都是严重的储备量不足，很明显感觉出来就是储备量不足，没有别的办法。你说阿义在预赛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精彩，然后那个时候你能点评出很多，然后今天感觉就是他剩下的所有的段子，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再去点评？但我还是喜欢他其中的一些个就是呈现出荒谬的方式，它是直接赤裸裸给你演一遍，这种技术挺好的，但是中间有3次都用到了，这得亏是用的非常到位，但是如果不到位的话，可能这3个大家就会觉得疲了，然后翻不上去了，都是播音主持腔，那大家可能就不会喜欢了。哎，我还是觉得大家真的玩命多写段子吧。也不是说阿义写的很少，阿义也非常的勤奋，改看番外也非常的这个勤，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怪单立人，你这举办的这么久，你4年1届多好，东京奥运会一结束，咱们就举办一个这个，哇，4年1届，那这好多演员带专场来，是不是？你知道石老板已经开始拿刀了吗？老板还在吗？下面我们有请主办方说话，是。好，有请我们的主办方 IC。他这个太调皮了。那个阿义，其实我觉得当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是学播音主持的，所以你的吐字非常的清楚。你即便语速那么快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应该都能听得清楚你在表达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这个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优势，而且你真的就是很阳光、很大方、很得体。你上来就是观众缘就已经拉满了，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然后这套段子我相信没有完全打磨好，就可能是相对新一点的，或者说就是凑起来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就是进步的一些可能和空间的，非常非常看好你。接下来那个而且顺便正好说一下，就是教主刚才提到说这个大赛举办的太频繁了。我们现在这个正好也跟那个就是看直播的这些观众也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直播的节目，包括这是一个本质上我们是一个比赛嘛。其实所有的选手从初赛上完以后再上这个决赛，我们不会像比如说成熟的综艺节目一样，大家来去读稿，来去有好多的这个比如说编剧啊、前辈啊，跟着咱们的这些选手一起来去打磨稿件，没有这个过程。所有的稿件内容表演通通是来自于咱们每一个选手自己的揣摩、自己的练习，他展示的就是他完完整整自己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比赛的一个精神，但是确实就有可能会出现像现在咱们决赛的时候，咱们有些选手就会有点那个储备量不够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今天阿义还是展现了你的人格魅力，你会让观众仍然非常喜欢你，仍然记住你。接下来路还有很长，期待你的。是，主要是真的，我压根就没想到自己能打第2场，然后段子也特别仓促，对我是真的没有底了。好的，谢谢 IC。我们再问蒋航江老师。因为我其实刚才也是在下面去和教主他们聊嘛，我说你们一场十几分钟的话，演员需要写多长时间？他告诉我，可能要半年左右才能攒够2场的量。但是这让我觉得我们的比赛是一个功德。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演员可能平常坐等灵感不来不写。正是因为我要上这个比赛，我还有一个雄心，我要进第2轮，我就1年我必须为了这个比赛，我得写半个小时，是吧？这就是我们这个比赛的一个意义所在，对每个演员的一个推进所在。教主说的那个是一个特别朴实，而且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可选择的，就是有写作这一步的工作都是这样。就是阿义自己也说，把自己箱底都翻出来，但是只要展现在这里面，我都觉得是一个对新人来讲非常好的水平。而且给到的笑点都给得很准，
作为一个新人来讲，非常了不起了。好了，谢谢3位态度大咖，谢谢，也感谢阿姨的表演，请到后面稍事休息，谢谢阿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选手韩大狗。首先我之前就想，我最理想的就是4和5，我觉得这2个位置是比较好的。然后大金老师他先选了5，那我就选了4。首先我觉得他也不算太靠前，因为开场的话比较难。然后整个比赛它的过程也比较长，12个选手，每个人7分钟。那靠后的话，观众会听起来比较的累，就可能有些疲惫了。我觉得这个中间靠前的位置相对来说还不错。这套段子比较熟，所以相对来说不用太顺，还是这一方面比较准备充分。哎呦，大家好，我是韩大狗。看我这身材，肯定觉得我特别喜欢运动。我们男生从小就特别喜欢运动，还记得中学的时候吗？中学时候男生特别喜欢打篮球，太疯狂了。一个上午4节课，每节下课都要去打，跟他们 NBA 一样，4节每节10多分钟。NBA 暂停1分钟，我们暂停整整1节课。到了快下课了，有些男生按耐不住了，在课桌里摸球。有些坐在座位上胯下运球，他手里甚至没有球。有些坐在最后一排，然后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但中学时候女生都在干嘛？女生都在收藏各种各样的文具用品，什么好看的本子啊、笔啊、橡皮，甚至那种不透明的透明胶带。每个女生收藏类别还不一样，整个班级形成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女生笔袋和化妆包一样大，感觉里边有几百支笔。我们男生不一样，男生上学不带笔袋的，整个书包就是我们笔袋，掏出支笔和变魔术一样。我没带笔就问我同桌借，我说借我支笔，他居然问我要什么颜色的，我觉得这是在挑衅。我说给我来支肉色的，他掏出来2支让我选。我觉得女生就从这会开始练起分辨口红色号的能力。那时候女生去文具店是不是这样？就拿出笔在这手上画，选这个魅惑紫呢，还是混动红呢？哪个才是斩男色呢？好像都和我那个不透明的透明胶带不太配。导购阿姨跑过来说：“小姑娘，我帮你选呀，你的卷子是冷皮还是暖皮呀？”我有时候经常直男的无能狂怒，我觉得女生太厉害了，她们太擅长分辨这种我们直男分不清的东西了。还有那种，你们谁能告诉我无他、轻颜、黄油、B61啊这些美颜软件到底有什么差别？女生居然还能换着用。我特意下了个轻颜，我想研究一下，我发现里面居然有个功能，叫缩人中。开发者想象力太丰富了，你不知道是开发者想象力丰富，还是人类对自己颜值信心到达了低谷。美颜软件这么发展下去，带来最大弊端就寻人启事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你和女生合照，他们一定是会开美颜的。他说这是为了你好，但他们不把这个叫美颜，现在叫滤镜，开个滤镜，能让你眼睛变大、脸变小的不是滤镜，是哈哈镜。所以在合照里，我脸看上去就是。我下轻颜之后把自己脸 P 回去，然后他们就 P 完就要发朋友圈，朋友圈的9宫格已经限制不了他们了，他们就开动脑筋发明那种长图拼图，你们见过吗？你以为是一张，点开了137张，看他朋友圈我1月流量都没了，当场停机。我想搞清楚他发了多少张照片，点进去1张、2张、3张，好不容易数到58张，手滑退出去了，真的，哎呀，1张、2张。我发现有些人啊，不管男生女生，真的太喜欢拍照了，各个地方都在拍照。我前段时间去了趟宜家，去过宜家朋友肯定知道，宜家有很多布景，什么客厅啊、厨房、卧室什么的，很多人就坐在宜家客厅里边的沙发上，在那摆拍。你是没有家吗？哎呦，太喜欢拍照了。有些女生，如果她对你说她平时爱好是看展或者探店，
那他就喜欢拍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种美术馆、展览馆？你在朋友圈、小红书也能看到，就艺术品前面背对着站着很多女生，在那摆造型，这样，那个头啊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你在找啥？你在找画吗？画在你背后呀，你倒是看画呀。拍出来照片，每一张在看画的，把我急死了。前面就蹲了一排，他们男朋友在那像求婚一样给他拍照，你看，这还算好的，知道要跪下，知道要蹲下。有些男生如果拍的不好，会得到女生非常羞辱的一句话，女生说：“唉，你把屏幕反过来吧。”情侣除了拍照，还很喜欢一起去看电影。我单身很久了，我上次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1年之前，这个叫《信条》的电影，还有人有印象吗？诺兰的，没听说过没关系，它就那种非常烧脑的悬疑电影。你们一定看过这种类型电影，《盗梦空间》什么的。我觉得这种烧脑片你就很难去评价它。拿《信条》举个例子，你看完他发个朋友圈说《信条》真好看，下面就有人回：“你确定你看懂了吗？”如果你说感觉《信条》不好看，就会有人回：“你肯定没看懂。”我看完这电影出电影院，出考场一样，后面人全在那对答案。那这个机器怎么回事？男主怎么倒着走？那个，我选的 C。我出来以后碰到对情侣，那个女生问她男朋友：“他最后为什么把他杀了呀？”我一下子就回头了，因为我也很想知道呀。我看着那个男生，我能感觉到他内心咯噔了一下。但你知道很多男生就喜欢不懂装懂，他迅速整理好表情，故作镇定，说出一个无法想到的答案。他说：“对呀，他把他杀了呀。”这也叫答案吗？是不是他老师教他说，你考试时候碰到不会做的题目，你就把问题抄一遍？我觉得这就是两性关系当中一个缩影。女生经常会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男生就要想办法第一时间敷衍掉。我在来的高铁上碰到一对夫妻，那个妻子问她丈夫：“我们坐是动车还是高铁？”丈夫说：“这是高铁。”妻子又问了：“那动车和高铁有什么差别？”丈夫说：“高铁是高铁。”我当时看完《信条》，我出了电影院，我想找安静的地方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我就去一家劲吧。那个酒吧没有酒单，你就要自己去描述你想要什么样的酒。比如我要一杯酸酸甜甜的酒，或者我要一杯如同躺在沙滩上看落日的酒。我对酒保说：“我刚看完《信条》，你觉得该来杯什么酒？”他给我上杯6个核桃。谢谢大家，我是韩大狗。好，感谢韩大狗的精彩表演。投票通道即将关闭，请喜欢韩大狗表演的朋友抓紧时间投票。已锁票。韩大狗就对女性很了解啊。这是这个很成熟的一套段子。相对比较成熟。也用它在夺取过其他比赛的冠军，听说。对，就经常演，经常演啊，真的是很棒，真的很棒啊。然后您平时是在上海那边演出？对，我在上海工作，但苏州就是我在苏州讲出来的，对，也是苏州莱赛喜剧的就联合的主理人。好，非常硬的广告。对，好，那我们问一下我们的3位态度大咖，我们先问一下教主老师。我非常喜欢大狗。你看我在那个初赛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复活大狗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初赛后半段，我觉得他角度非常独特。我还问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段子，他说其实还有很多。我当时就在想，等你决赛冷场，然后一个都没有拿出这段话来羞辱你。然后果然有很多，而且角度非常的独特，观察的也非常细腻，说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儿。观察式喜剧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素材永远不会缺，因为我们周围永远发生着极为荒谬的事儿。但它的难点就在于你能不能观察的独特到所有人都知道，但所有人都不如你观察的细。这一点我觉得大狗让我想起2个人，就我之前看他们讲观察式喜剧能做到这点的，一个叫周奇墨，一个叫石老板。而且我真的要夸一句，
韩大狗是这个场子第一个严格意义上把这个场子热起来的人，所以我也希望各位，比如到时候能记住这一点。好，那我们问一下 IC 老师。你这接的也太生硬了。大狗真的是很明显是这一套段子也是成熟段子，人也是很成熟的演员，很明显。尤其是里边我记得就是那个，首先是把男女关系观察得非常的细致。就是而且是把很多就是成年人的这种在社会上的一些这个男女的这些差别，包括类比到学校里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很妙。然后而且里边我记得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点是说到就是信条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多的那半句解释的话，我就从那半句话我就感觉到成熟演员就是。你说如果没看过不要紧，这就是一部悬疑电影，这是一部这个高智商犯罪电影，就这半句话，就是完全就不再影响到观众来去理解你接下来的内容，等于说破除了那个障碍，非常的简单很轻，但是又很体现你的成熟度，所以非常非常好。然后诚挚邀请你之后多来单立人演出。好，最后我们问一下贾行家老师。我刚才听大狗开场，他自己那个表演开场那段讲各种各样色号的时候，心里就有一句话：为什么你会这么熟悉啊？直男之光，真是直男之光。就是大狗在上一届最后讲的时候，就像我们许诺，他说我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观察，就跟教主说的一样。果然我们没有白白等待，确实是特别棒的，就是。他的观察你是感觉很舒服的，即使是被他点中的那些人，你后面有一幅画你在这拍，他也并没有说是真的就是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那种东西戳到你，只是让你看到，像教主说，让你看到你自己的那一面。那一面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我们在别的地方有别的丢人方法，只不过是这个时候人同此心。大狗一说，我觉得咱们可以互相谅解，挺好的一件事，挺促进团结，把我们土盖子的一场表演。谢谢老师，谢谢。谢谢3位大咖的点评啊！大狗觉得演完之后怎么样？包括大咖的点评之后，特别好。就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段子这么好。对冠军有信心了吗？对这场。但后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演员，对。所以还不敢说的这么。不敢说太满。好，给他们开场，热场。好，就希望这种火药味的东西啊！好，太喜欢了。请到后面稍事休息，谢谢韩大狗的表演，谢谢他，掌声送给他。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王大进。昨天我赶了2场开放麦，试完之后我又去改了也很多，当然还有一些新修改的东西还是没理顺，我得再理一理。你最开始是拿到了一个1，对，以为自己会第一个出场，当时心情哇，就我跟你说，第一次就是这么的，就感觉哇一下蔫了，觉得行吧献技，结果导演突然说是玩我们，但是我被玩得很开心，我觉得，然后是让我首选，我觉得我天哪，真的是人生大起大落，太刺激了。然后你把自己贴到了第5名。第5，但没想到韩大狗居然选了个第4，直接相当于我要接他他的段子又是那种很观察式的那种，而且很有自己的节奏，所以能不能接得住就拭目以待了。大家好，我是大进，我是个山东人，相信大家也都看出来了，我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我来自山东一个小县城叫山东阳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是吧？但其实我们那儿是一个历史名城，我们的很多事儿古书上都有记载。这本书叫《聊斋》。小时候我就问老师，老师，咱们这儿有什么历史名人啊？老师想了想说，咱们这儿有个鬼啊。
我们那儿就挺穷的嘛，但人穷志不穷，就是思想觉悟很高。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国家这个3胎政策，我们那儿就积极响应，提前了30多年。真的，当时我们那儿真的就是家家户户人均3胎，这放在现在早上新闻联播了，那个时候也上嘛，就上焦点访谈嘛。也不全都是这样子，也有上法制在线的。就他家是7胎，我现在想想太恐怖了，就生7个，这是要干啥呀？是要救爷爷吗？我们家没有那么多哈，我们家是标准的3胎，我是老大嘛，我还有2个弟弟，但其实已经压力很大了。你就光从我们哥仨的名字，就能感受到我爸妈生娃的那种心路历程。我们哥仨分别叫大进、二磊、小三儿。小三儿就只剩个序号了，而且娃一多真的就养不起啊。所以我3弟嘛，就一生出来我就被送到我姥姥家了，这就相当于他就把我活活挤走，就挤出了这个家庭。哎，没办法嘛，小三儿嘛。所以，我从小就从我姥姥家长大嘛，跟着我姥姥。但是跟着就是可能以前就是条件不好啊，就以前的老人他就特别省，大家发现没有？比如说我姥姥，就好东西啊，从来就不舍不得拿出来，比如说那个蛋糕啊，还有这些零食啥的，那都发霉了他才拿出来，那都不是吃零食，那就是吃苦。所以我就跟我表妹嘛，就偷吃偷喝，太太口服液，真的有效果啊！就我的胸变得很大嘛。我表妹说：“哎，我的没变大哎。”我说：“可是你在长胡子啊。”我姥姥发现了，我说：“姥姥，这是假货。”我姥姥就，她说：“把它喝完。”你怎么能剩呢？这每一滴都是福根啊！我天哪，你们知道这个词吗？福根儿，哇，真的，是吧？就是以前老年人真的特别会说话，就是所有剩下的，它不叫剩下的，它叫福根儿。要是咱们学会这么说话，早就不用那么焦虑了。你都30了，怎么还不结婚？我是大龄福根儿啊！后面我就是情况发生一些改变嘛，我姥姥家就开了一个小超市，他卖汽水，一天能卖100多瓶吧。为什么知道是100多瓶？就以前嘛，他是这样子，就是他现场喝完嘛，那瓶子是要留下的。大家有知道这种的吗？对，就后面生意就越来越好嘛。我感觉我姥姥也越来越大方了，就我还没说呢，就一瓶汽水递过来了，喝。我这才知道原来被宠爱也是有这种贫富差距的，还好我们富了，真的很好喝，喝完还想再来一瓶。我姥姥说还有，明天我再给你攒1瓶。我喝的就是福根儿，所有人的福根儿。我是个日语老师啊，现在在成都啊，讲讲岛国吧，最后讲讲我在岛国的艳遇。那是一个黄昏，我推门就走进了一家居酒屋，发生了奇迹，居然有岛国的异性搭讪我，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你来自哪里？”我说：“我来自中国，现在定居四川成都。”四川，老太太有点懵，我不慌，因为我知道只要说出一个词儿，老太太肯定能嗨起来。我说四川就是熊猫的故乡，在我们那儿遍地都是大熊猫。老太太果然很激动，熊猫干嘛伊？我能摸摸你吗？
也许是因为熊猫的催化，我们俩的关系迅速升温。老太太越凑越近，突然她说：“过来，我给你看一张照片。”照片掏出来是个小伙子。老太太说：“这是我儿子，你猜他跟你一样也是在外面打拼呢，你猜猜他做什么工作？”我就接过照片仔细打量，就看那个打扮应该是在外面陪别的老太太。我说：“阿姨，他一看就很厉害，您真有福气。”阿姨笑了，笑得像一朵樱花。我这才知道，原来全世界的父母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管自己的子女怎么样，在他的眼里，他总是最棒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我妈，还有我姥姥，我才想起好久没有给妈妈视频了，不知道姥姥的墓扫了没有。视频打通了，我说妈，我妈说儿子，我说妈，给你看东京的夜景。我妈笑了，笑得像一朵牡丹。她说儿子，这么晚了，你在外面干啥呢？我在外面陪别的老太太。好，谢大我再见。感谢王大进的精彩表演，投票通道即将关闭，请喜欢他表演的朋友抓紧时间投票。已锁票，大进这是延续着之前的表演风格啊，可以往这边来一点，可以往这边来一点，对，好，那现在在这个是真的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是吧？待过，对。就是学习过一段时间，是真的就是陪年长的女性聊天聊天比较多，没收费，没收费。哦，原来还是一个免费的公益项目。对对，公益。啊，真的，你们山东人真的好热情，好好客呀，挺好的，挺好的。好，那我们来请我们的3位态度大咖，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先从这回先从贾老师开始吧，贾老师。我觉得大进今天是一场很有。就是从文本，他的表演风格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他这个文本也非常有风格，有很多真的是属于他自己的，甚至是属于我们一个很广阔但是没有被充分讲述的现实世界来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我自己最盼望看到的。我不只是希望能够看到好笑，我希望能看到一些真正的现实和这个现实里的真实的感受。我觉得大进今天就带给了我这样的一场体验。谢谢大进。好，谢谢老师。谢谢贾老师，谢谢他，谢谢。我们再来请 IC 老师。大进就是很厉害的是，就他我到现在为止看大进的表演，从上一届比赛一直到现在这么几场了，4场了吧应该，然后他仍然在讲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光这些东西感觉就已经是个宝藏了。但我相信其实每个人的这些家庭啊，然后或者说自己的出身啊，自己身上的标签啊，都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的，所以更说明了大进其实真的很厉害，就是对于自己的就是认识自己从哪里来，就这些东西挖掘的真的非常透，也很有意思。而且他的风格上面来讲，就是属于一句废话都没有，对吧？然后那在舞台上就是完完全全靠非常精准、非常精炼的这个语言，然后来去一步把大家逗得人仰马翻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不过你最后那段是怎么回事？我有点不太明白，你能稍微聊聊吗？那段是你专场里的内容吗？还是什么？我其实那个段子是献给我姥姥的，就是明白。我给你解释，他最后我来解释。好，这样呢，首先大进用了很多非常强的技巧。第一个，比如他预期违背里用了一个我刚刚想到的。我刚刚现编了个名字的技巧，叫遮半句哈，这个名字。比如说，他说凑齐7个人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在想，他是不是要说葫芦娃？他是不是要说7个小矮人？非常入门的演员就会说：“这是葫芦娃吗？”大家说：“哈哈啊，我也想到了，就是这样的。”说这是7个小矮人吗？这样，他直接说：“你是要救爷爷吗？”大家就立刻就明白，又是葫芦娃，而且又遮掉了前面所有的东西，真的是精炼到一丁点废话都没有。他都没有说这是要打蝎子精嘛，因为打蝎子精大家还想不过来，打蛇精谁打蛇精？但他说救爷爷，大家一下就能想到葫芦娃。这种技巧是非常高级的，打磨的也非常到位。最后那个段子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演员有专场，
以前我们想的专场是60分钟段子拼在一起，全是我一个风格，然后一个劲儿往上，我这就嗨特别嗨，在最炸的那个段子收场。我们想的是这种，但随着大家技巧的更新，你们会发现我很难有60分钟越来越炸的段子，对吧？就是它不可能是一直往上走的。因为第一个就非常炸，你怎么还能再往上翻呢？这种感觉，所以往往就要有一种对勾型的这种节奏出现。这个节奏是我故意让我的专场的这个节奏冷下来、慢下来，我让所有的笑点开始稀释，然后最后一个大反转上去，这种张力是极为强的。而大晋最后那个段子应该就是这样的技巧。我记得你是有专场的对吗？大晋是有个主打秀吧？主打秀叫《春熙路上的淘炭狼》。哦，对，这个如果你将来把它发展成一个专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放在专场里的段子，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对勾型后面那个勾要极为荒诞、极为不合理，把前面所有东西都推翻，哪怕它是假的，但一定要全推翻，不能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啊，虽然最后我要笑了，但前面的事儿好伤心哦。伤心的感觉是对的，但不一定要让观众知道这件事儿是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种让救上去的技巧，所以你可以试着把那个底再改一改，那个对勾再往上翻一翻。好，感谢3位大咖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大金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他，谢谢。好，谢老师。希望你们这会儿的掌声啊，能像刚才笑的那么开心，好不好？一到后面教主一说到技术问题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就开始真的开始研究段子了。大家就是笑起来就可以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一共12位选手，接下来的呢就到半程了，是我们今天的第6位选手。下一位选手是往事。有一点焦虑，就是其实我是挺想赢的，所以说这个比赛你不应该看得太重嘛，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既然来比了嘛，挺想有一个好成绩的，是为我自己也好，也是为我们俱乐部争光也好。刚刚我们进行了决赛出场顺序的抽签，您出场的位置是第6个。对，当时我也是考虑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决赛的段子吧，它如果前面太凉的话，我就讲不起来，还不是那种很硬的。所以我需要一个就是前面相对热一点的，在我能选的功夫就只有大晋啊。然后之前我也问过他，我说你这个段子是不是比较成熟？然后他说在商演也讲过还可以，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太凉，对吧？其实就凉不了，所以我就想接他后面的，这么选个第6个。嘿，你们好吗？在这个火车站还有长途的汽车站呢，会有很多那种给返程车喊活的人。在我们辽宁那边呢，一般就是铁岭走不，鞍山走不，锦州走不啊。然后这帮哥们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他看谁都像往他那块去的，而且他跟你说话特别的冲，对吧？铁岭不？是铁岭吗？铁岭不你？你就感觉他昨天让铁岭人打了。今天特意来报仇是吧？你他不是铁岭的不？你要敢说是的话，他就问你几个人？过来，过来。你家铁岭哪儿的？啊，新区的。我跟你说，不朝你多要啊，50块钱，我让你回家。有一次，哥们儿去火车站那办事儿哈，然后就被这帮人给围上了啊。铁岭不，哥们儿，不是，辽阳的吧？不是，本溪走不？我说哥几个拿我打赌呢吗？啊，都押多少钱啊？在火车站前的广场啊，以前有很多那种给买卖拉客的人，这帮哥们儿一个人呢会给好几家拉客，啊，你一过来他就说到哪儿啊兄弟？北京的吧？没有票了，北京大客坐不？北京大客不用，住许不？不住，吃点饭呢？我说你到底干啥的呀？58空城开始地推了吗？我今年呢39岁啊，是一个做培训行业的讲师啊。前一段疫情呢讲网课，网课最怕就是网卡，有时候哥们儿噼里啪啦一个指点，觉得讲得帅，就看那个学生在那儿。老师你说啥？有一天，一个学生一个晚上跟我弄好几次这种事儿，我说你啥网啊？你玩我呢？
老师，我蹭的邻居家的 WiFi。我说你听个网课还蹭 WiFi， 你上人家上课去得了呗。好的，老师。逗你玩呢，不知道啊？我也是。耍上我了哈。我们这个培训行业啊，如果男老师课讲的不错，人再比较有趣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女学员喜欢上他啊。哥们儿不说啥，我讲这么多年课，喜欢我的女生一个没有啊。我都懵了，我说我课讲的也行啊，人也挺有趣的，难道是我长得不行吗？我朋友说没有难道，你就是长得不行啊。但是没有女学员喜欢我无所谓。我遇见一件囧事是什么呢？有一个学员的家长，他的妈妈啊，不是今年啊，之前离异了，现在大约50多岁，比我大个10多岁，对我产生了好感啊。然后我从小吧，其实对这种老牛啃嫩草的感情倒不排斥啊，但我没成想我也能成为嫩草。哥们儿想啃嫩草，我不想当嫩草啊。这个大姐关心你的方式也很奇特啊，不像你们年轻人动不动喝个咖啡啊，看个电影啊。她一般就是给我打电话，喂，弟弟，哎，加班呢？吃饭没？姐给你包点饺子。我当时上一天课，我头都要炸了。我说什么玩意儿还包饺子？你知道吗？给我气的，问他啥馅儿的。你们别看我这个颜值不行啊，我也谈过几个女朋友啊。因为哥们儿呢，摸准了男女交往的真谛啊，就是2个字儿：别挑啊。哎，比如男的颜值满分10分，假如我是5分的话，对吧？我就找4分和3分的女生啊。这个在互联网上叫降维打击。有的朋友呢，他明明是5分，还非要找那种8、9分的对象，那你当然不好找了。他们还酸我啊，哎呀，跟往事比不了啊，那是真不挑啊。我说谁不挑啊？我不在4分、3分里挑吗？我现在年纪大了，就对很多年轻人的一些言论其实特别不了解，特别不理解啊。你看之前脱口秀演员杨笠，他讲了几个调侃男性的段子，这家伙被网友们批扑一顿骂。我觉得不至于，对吧？你看的是什么？脱口秀是笑话嘛，对吧？那咋还急了呢？就好比说我在这儿啊，互动一个观众，我说姑娘啊，你这个口罩戴着挺搞笑啊，然后他说你说谁呢你啊？对吧？没这个必要啊。为了让大家理解这种尴尬的场面，咱俩示范一下好吧？情绪调足啊。老妹儿，你这个口罩戴着挺搞笑啊。你说谁呢你？就没这个必要，因为你看杨笠当时是怎么说的，对吧？他说男人贱人，垃圾，男人还有底线呢。我当时听这几句话就感觉特别亲切，你知道吗？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我说你是不是给他们投稿了？为什么说这是代沟呢？哈，就是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啊，40岁的人，我们基本看这种视频的反应都是这样。哎呦我去，没有去骂的，对吧？而且啊，假设说你真开不起这种玩笑，无所谓，你跟杨笠又不熟，只是路人，对吧？你把这个视频关掉就可以了，没必要追着人家的微博骂，是吧？就好比一会儿我们看完演出到外面，然后看到一对情侣在吵架，那个女孩就说：“你们男的都是贱人、垃圾。”这时候我们有一个观众上去了，不是你他妈啥意思啊你？旁边人都傻了，说人家小两口吵架，你跟着掺和什么呀？然后这观众来一个，他侮辱我们男人，没有这个必要啊。还有的朋友跟我说王石大哥，他会引起女人对我们的仇恨情绪。我说你可拉倒吧，不会的啊，不会有哪个女生说看完杨笠的视频之后恍然大悟，哼，我老公是个垃圾啊，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啊。我现在年纪大了，就感觉身体啊也是大不如前。我前一段呢还得了皮肤病，需要看男性专科的那种啊。但我跟大家说一下，皮肤病不是那种病啊，那种病是生活不检点造成的不卫生啊。皮肤病它就是不卫生啊。当然也不是说啊，你是不是多长时间都不洗一次澡啊？不是那样啊，就是说呢，一些偶然的真菌感染，比如说你用了公共坐便或者住了一些小旅馆。对吧？但因为你年纪大了，你免疫力低下，所以很容易感染。如果让我年轻20岁，我不说啥，真的，光屁股在草地上爬半天，我也得不上皮肤病，你知道吗？然后得了这种病呢，你很害羞，又不好意思去医院看，就很纠结，很难受。
但是我也不想像有些人那样啊，就是在网上在百度上随便查一查就看了，用百度看病太傻了，你知道吗？哥们儿用知乎啊。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往事的精彩表演，投票通道即将关闭，请喜欢他表演的朋友抓紧时间投票。已锁票。往事老师确实是这个段子真是储备，哎，站到这往前站站就行啊，储备真是挺多啊，就现在只是拿出自己段子库里面的1/10%、1%。没有，用差不多了，1/1000。对，毕竟你这参赛都淘汰多少回了，是吧？已经是第几次参赛了？我这是第5次投稿，第4次参赛呗。就是单立人办这个比赛，我就开始投，但第1次没让我来，然后算上这次，后面的4次都来了，然后有2次进入到决赛当中，对，算这次，但都是被复活的，就实力还是不行。就是有点不太愿意被复活的样子啊。不是，肯定是愿意被复活，但是你复完活之后，你知道自己还是菜一点嘛，就是被人家复活。大家喜欢他今天的表演吗？这表演出了一个东北人的一个真实的面目。好，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3位态度大咖。我们先问一下教主老师。我觉得我也没太多好说的，我觉得很喜欢往事的段子。当年第1次他投了稿，然后在初筛就被筛掉。然后我去沈阳演出，是往事给我开场，就那次真的给我笑得够呛，就他那开场开得非常的精彩，所以我就跟单立人说，我说绝对不能再让第1次筛掉往事的评委继续担任评委工作，他们就把石老板换掉了，因为第1届就是石老板在看，人家果然每届表现的都很好，我觉得后面稍微有点掉下来，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对你的同情吧，大家看到你是一个东北人。然后一听你是培训行业，大家就想起了你的父辈、母亲可能是第1批下岗，而你是第2批，太可怜了，以至于就可能这样。你现在收入还好吗？还可以啊。好，大家多去看看往事的演出吧，支持一下一个下岗的工人，真的很好，我觉得真的很好。好了，那我们问一下 IC 老师。我觉得往事老师一直都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作为一个东北人，这种语感很让人觉得很亲切，特别有交流感。而且今天还加了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的环节，就更让现场的观众会觉得那个连接感非常的强，所以大家听你讲任何东西都听得进去，然后而且是非常舒服的状态。还有一个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往事老师几乎没有任何的口癖，没有任何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说水词儿，你知道吗？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或者对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词，这种水词儿在里边，整体语言都非常的精炼。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点。不过你今天整体选的段子，我当然不是说你今天你用的段子是新的或者怎么样，毫无疑问这些段子应该也都是一些你的打磨好的段子，但是你今天整体选的我感觉比较碎，内容比较碎。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考虑吗？有没有是这个，比如说过程中来回在那儿摇摆选什么内容？我是确实比较纠结，我这次吧就是思想负担挺重的，我这次就是特别想讲好，特别想赢，就是给我自己给我们俱乐部拿一个好成绩。所以说这个比赛不应该有什么得失心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2天我就特别想讲好，完反而会患得患失。我这个当时提交稿的时候，我一共提交了5套稿，我当时就想全交上全审完到后我看讲哪个好，对吧？最后结果今天我还在改，然后可能有点过于敏感了，心理素质不是很好，就一般人一点否定，他说这个不太好，我马上就行，是不是要换一换？所以这套其实讲这套实际是我最后可能说离比赛还有半个小时左右敲定下来的，但是也没有讲好。我是2个段子相掐了一下，但是它实际呢，这2套段子它后半部分都很不错，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线上讲的关系，它后半部分不太方便讲，可能线下更合适，所以就把他们俩揉了一下，没有达到最佳效果。但是我也感觉自己发挥的很不好，虽然说很有阅历了，而且参加过很多次比赛，但上来还是紧的不行。遗憾吧，继续努力。没事，加油，相信你接下来会更好的。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前面往事的那个在火车站那个段子，它的后半部分真的是特别的犀利啊，就是入木3分，大家到线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最后请贾行家老师。我那天趁着 IC 和石老板不在的时候，就是造了一个概念，我说咱们可以有聊派了。我觉得
虽然我们只听了前一半，但是火车站前的那一段就是我们辽派的典范，我特别喜欢，因为我是在东北所有的车站我都路过，这些场面我只是见到了啊，我有一点情绪，但是我不知道它好笑在哪里。它往事一告诉我，第一是完完全全是真的，第二是完完全全的好笑，那个感受是特别对的，我就特别想上沈阳去看你一场，究竟后一半是什么？我也在想一件成立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要是别人讲啊，就彻底垮了，但是往事讲就讲起来了，因为你讲的这些东西和你这个人是在一起的。一个老大哥跟这么多的那个小伙伴们一起聊这件事，大家听着仍然是舒服的，啊，仍然是个好东西。谢谢贾行家老师。谢谢。所以这真的也是单口喜剧我们这个 stand up comedy 的一个巨大的魅力，就是自己写自己讲嘛。这个东西才能够就是人稿合一啊，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3位态度大咖，谢谢你们的点评，谢谢，也谢谢往事的表演，谢谢。到后面稍事休息啊，这回差一点又要跟我握手，我真的是很害怕啊。好，那我们的决赛现在已经进入半程，我们接下来要